大家好，我是静宇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用 Vlog 的形式进行教学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今天是周六，天气很不错，我打算去爬山。马路对面是停车场，里面停满了车。上山的入口在对面，我需要走地下通道走过去。虽然现在是冬天，但是并不太冷，风倒是有些大。这是我今年第一次来这里爬山。我现在在上海工作，而我的父母和弟弟生活在河南省。因为工作比较忙，我平时很少有机会回家。在中国，很多孩子结婚前会和父母住在一起，但是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在大城市工作，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变少了。我是昨天晚上坐飞机回来的，这次在家里待2天，明天晚上就要返回上海了。这里有一个提示牌，告诉大家不能横穿马路，需要走地下通道。公园分为上下2部分，中间被一条国道隔开。国道上车流量大，直接穿过去很危险。你可以看到上山的入口，公园已经存在很久了。我小时候常来这里玩，有许多美好的回忆。现在这里变化很大，原来没有这么多树。从这里下去就是地下通道，看到有几辆电动车停在通道里。这个公园在附近挺有名，周末常来的人比较多。前面这位老人看起来腿脚不太方便，正在扶着栏杆练习走路。来到了公园的正门，前面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停车场，旁边有很多小摊。从这里开始，就要开始爬山了。这辆车看起来像警车，实际上它是公园管理人员用来巡查的。继续往前走，你会看到一个广场，很多孩子在这里玩耍。广场中间有一个喷泉，通常只在夏天的时候开启。现在是下午2点，大家猜一下，我需要多久能登顶？山下有一条步行道，比较适合跑步。另一边是一片草地，春天这里会更漂亮。远处有秋千，路旁的树叶已经变黄，但是路面很干净，因为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清扫。
我前面有一家3口，看起来很温馨。小女孩开心的模样让我想起了小时候。这里有一个卫生间，工作人员正在清扫落叶。路牌下，一对父女在聊天。有些树还是绿色的，我不太认识它们的品种。继续走，前面是健身步道，右边是上山的台阶。入口处有提示：雨雪天气禁止登山。我开始攀登山顶了。一个妈妈带着2个孩子，小男孩看起来很调皮。可以看到山顶的金属建筑，它像是一根弯曲的针。我看到一个平台，2个阿姨正在拍抖音。抖音是中国的 TikTok， 现在非常流行。你能听到风声吗？希望山顶的风小一点。台阶很滑，走的时候需要小心。远处有一个瀑布，水流的痕迹依然可见。应该是刚刚关闭了。下面有很多小路通向四周。经过一段陡峭的台阶，我已经开始出汗了。爬完这段路，我打算休息一下。山腰有一块空地，一位老人在这里卖玩具。旁边还有气球和投篮的游戏。爬了一半的路程，离山顶很近了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建筑的形状。我现在又爬了15分钟，遇到一个卖冰淇淋的摊位，喇叭播放着广告语。台阶旁的栏杆上有人在休息。我很奇怪，他的冰淇淋是怎么运上来的？有人在用无人机拍摄，能听到一点螺旋桨的声音。右手边是一个木质凉亭。我终于到达山顶了。这里人很多。仔细看这个建筑，你能看出
它是一根弯曲的针吗？我找一个空位休息，顺便看看我的家乡。这是位于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。我在这里生活了18年。这是另一条上山的路，比我走的稍远一些。沿着山顶的小路走，周围很安静，感觉很放松。树林里有些垃圾，这种破坏环境的行为不值得提倡。路面还是很平整的，能看到不少登山者走过的痕迹。我很喜欢在这样的山间小路上散步，能暂时忘却烦恼。有个女人朝我反方向走，手里拿着一根棍子。你喜欢这种环境吗？我走到了一块空地，看到有3个岔口。时间有点晚了，我决定往山下的方向走。上次来这里已经是5年前了。我记得这条路是可以下山的，虽然现在比以前宽敞了很多。这个公园曾是一个采石场，改建后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在21世纪初，中国曾有许多影响生态的工程，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环保意识的提高，政府开始重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。这条路很长，几乎没看到其他人。继续走下去，就能回到卖冰淇淋的地方。听到了熟悉的广告声，电动车上挂着中国国旗。这里的人比刚才多了，也有不少人往山顶爬。远处的城市看起来很渺小。我开始下山了。下山比上山快很多，也很容易。时间还早，我打算去刚才看到瀑布的地方再看一下。公园里的分岔口很多，第一次来的人可能会迷路。现在风比刚才小了许多。眼前的房子很久以前就有了，我猜应该是供管理人员休息的。这里相对偏僻，路灯有些破旧。
一对夫妻正在这里看日落，场面温馨又浪漫，很让人羡慕。右边的路通向出口，左边是刚才看到的瀑布。我走得更近一些，瀑布下面有一个小湖，水清澈见底。以前冬天湖水会结冰，年轻人会在冰面上玩耍。但今年冬天温度比较高，湖水并没有结冰。远处是居民楼。我在湖边休息了一会儿，现在准备回去了。很高兴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你给它点赞吧。再见。